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不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是被冤枉的。9年前，一个男人在面临死刑的时候，浑身颤抖地说出这句话，但是那时没有人理会他。随着一声枪响，他的生命宣告结束。谁料9年后的一天，那人的遗孀居然在打麻将的时候，意外看到被丈夫杀害的人坐在自己对面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李月兰是一个苦命的女人，她出生在湖南省的一个偏僻山村中，村子本就是有名的贫困村，她家又是村里最穷的家庭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她家连用来做饭的大米都要问别人借。这一切都因为李月兰的父亲是一个赌鬼，即使家徒四壁，他依旧要外出跟别人赌钱，赌赢了就拿钱去买酒喝，根本不可能往家里半分；赌输了则回家变卖能卖的一切。到现在，家里唯一能看得过去的家具就是唯一的一张床。已经输红了眼的父亲也没有过多犹豫，冲动之下连都床卖了，想着回本之后再把要买的买回来。但抱着这种心态的人，怎么可能赢钱呢？毫无疑问，他又输了。可即便都到了这种时刻，他还是没有醒悟，甚至还越陷越深。为了能翻盘，竟然联系了一个人贩子，把自己的媳妇也卖了。用丧尽天良来形容这样的人都不为过。可能是上天对他的惩罚，他这次还是输了，而且失去了所有可能翻盘的资本。他的家没了，妻子没了，唯一剩的就是女儿李月兰了。本以为他会幡然醒悟，谁料他心想，都投入这么多了，也不差最后一点了。于是又做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情，把李月兰卖给隔壁村子的大户人家做童养媳。父亲拿到钱后又去赌了一次，结局依旧是输。接受不了那个结局的他，最后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，独留李月兰一人寄人篱下。李月兰父亲死得无声无息，就像一条狗死了一样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就连葬礼都没有人帮他举办。不过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他的妻子不知道被卖去了哪里，女儿又是别人家的童养媳，根本没有任何能力为他办丧事。当然，就算李月兰有能力，她也不会为这个不合格的父亲浪费一分钱。她认为自己的苦命人生都是他害的，恨他都来不及，又怎么可能会帮他处理后事呢？父亲走后，李月兰彻底成为张家的童养媳，跟张家的独生子张勇一起长大。这10几年，张家人已经把李月兰当成了家里的亲人，尤其是在她跟张勇结婚，还怀上了一个男孩后，张家父母更是稀罕她了。李月兰看着敦厚老实的丈夫，活泼可爱的儿子，心中不免流过一丝暖流。她情不自禁地笑着，幻想着今后的美好生活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她跟丈夫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孩子在取得好成绩，考到县里的好学校，最好是能上个大学。但上天又将命运的毒手伸向了李月兰，将她从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拽入深渊。那天晚上，李月兰正在给3岁的儿子洗澡，突然2个穿着警服的男人走到院子前，对着李月兰问道：“请问这是张勇家吗？”李月兰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接着警察同志说：“他人在哪里？我们需要带他回去协助调查。他还没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回来。”警察说完就站在门口。话音刚落，张勇在墙角探出了个头，看到警察后转身就跑。警察立马追了上去，在下一个巷道口就将他按住。“警察同志，你抓我干什么？我是好人啊！”
张勇被吓着了，你是好人，你跑什么？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警察厉声呵斥。张勇还想狡辩两句，但警察没有给他机会，直接将他带上了警车。李月兰反应过来后，急忙追了出去，只不过还是太慢了，眼睁睁地看到丈夫被带上车。李月兰又跑回房间，把公婆接上，一同前往县里的派出所。公婆不会开车，下山只能骑3轮。等他们到县里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好在公婆年轻时经常来县里，对路线比较熟悉，没绕几个弯就找到派出所，并走了进去，找到一位警察同志询问情况。据警察说，村子周边发生一起命案，凶手将尸体扔到了河里。李月兰有些震惊，但更多的还是疑惑，这跟我们家张勇有什么关系？警察接着解释说，目击证人亲眼所见，张勇跟那个女人出入过县里的宾馆，不可能。李月兰当即否定，但一旁的公婆却露出了不一样的表情。他们面面相觑了一眼，然后问，那女人是不是叫王珍？警察点了点头，目前的线索表示受害者正是王珍。李月兰听到后，又疑惑地看着公婆，爸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公婆抿了抿嘴唇，缓缓开口说，瞒不了你了，那就告诉你吧。其实张勇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但他不是故意的，只是那天参加村口老王寿宴喝多了酒，一不小心跟他女儿发生了关系。那天之后，王家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着我们家，经常问我们要钱，如果不给，他们就把这件事捅出去。公婆说到这，李月兰已经猜到后续发生的事情了。张勇可能急于摆脱王珍，所以才失手将她杀害。那么事实的真相果真如此吗？李月兰和公婆在派出所一直等到后半夜，负责审讯的警察终于从审讯室出来。李月兰焦急地询问，警察同志，怎么说？张勇有罪吗？警察看了他一眼，犹豫了一下说，张勇认罪了。李月兰两眼一抹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等他再醒来，已经是1天后了。听公婆说，张勇已经被关了进去，接下来就是被判刑。很不幸，张勇承认自己的罪行，被法院判处死刑。张勇死后，李月兰没有选择在家，成为了一个寡妇。时间一转，9年过去，家里的2位老人离世，孩子长大去城里打工，家里只有李月兰一个人。她为了打发时间，就学着打麻将。但今天她在麻将馆遇见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就在她打牌的时候，她耳边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我回来了。大家都没变啊，不仅是李月兰，整个麻将馆的人都傻眼地看着她。王珍，你没死？王珍疑惑地看着大家，为什么这么说？还没等其他人说话，李月兰就跟疯了似的冲向王珍，咆哮道，你还我老公，还我原本幸福的家庭。原来张勇死后，张家没人当家，老2口被迫在70岁的年纪出来干活，但他们的身体根本没法支持他们长时间劳动，干了没2年就撒手人寰。除此之外，儿子也因为张勇的身份被同学和老师孤立，受不了舆论压力的他只能离开学校。儿子进入社会也不好过，正经工作都因为他父亲的原因不要他，他只能在工地做一做苦力活。李月兰抓住王珍的衣领，差点勒得将他喘不过气。若不是周围人及时反应过来，王珍恐怕真的会被掐死。嘿嘿，你干什么？王珍满脸通红，质问李月兰。看来她是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哪来的疯婆子？王真回过神来后，也跟李月兰厮打起来。还好这时麻将馆的老板走了过来，他把两人分开，然后把发生在9年前的事情告诉了王真。王真听后，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所有人。勇哥死了，其他人点了点头。你到底去了哪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月兰有些崩溃地问道。王真将这些年的经历说了出来。9年前，王真的确跟张勇发生了关系，并且为了钱缠了他很长一段时间。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把事情全部说开了。张勇给他5万块钱，他就远离村子，去外面做生意，保证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。王真拿到钱之后，就跟父亲去了北方，生意一直做得不错，也就没回来的心思。最近是因为父亲去世，王真才带着他的骨灰回来，想让他魂归故里。可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李月兰听后喃喃道：“也就是说，我的丈夫没有杀人，你必须跟我去一趟派出所，我要为他翻案。”其他人则劝李月兰算了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现在去也是给别人添麻烦。李月兰回对道：“我必须去，张勇必须要有一个公道，而且我儿子也需要翻案。你们知道他这些年有多辛苦吗？就因为他有个杀人犯老爹，他连干活都没人要。”其他人这才闭嘴。王真也很愧疚，没想到自己一声不吭地走了，会害得张勇身死。于是他跟着李月兰前往派出所。派出所里，李月兰找到当时报案的警察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。警察错愕地看着王真，然后调取他的信息，经过比对，确定她就是当初被死在河里的女人。警察立马组织人手将此案重启，再一次展开调查。这不查不要紧，一查还真查出问题。他们的确误会了张勇，他根本不是什么杀人凶手。经过调查，警察得知那具河里的女尸根本不是被人杀害的，而是意外跌落河底的。死者的身份也很巧，是外省来这边投奔亲人的。但亲人很早就搬走了，他找了很久都没找到。摸黑路过河流的时候，错不小心淹死了。等尸体被发现的时候，尸体已经腐烂了，从面容根本看不出来他的模样。而且那个年代的刑侦手段单一，警察无法确定女尸的真实身份。再加上女尸发现跟王真失踪时间相吻合，警察才第一反应就认为女尸是她，于是便以她为线索进行侦查。经过提供的证据，警察锁定犯罪嫌疑人张勇，将他带回审讯。张勇可能是因为太害怕了，就把这个黑锅给背了。时隔9年，本案终于水落石出，张勇得到了翻案。李月兰喜极而泣。一方面是因为让九泉下的丈夫沉冤得雪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儿子今后再也不用低头做人，他并不是罪犯的儿子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